好，后来我在 FB 上就讲一句话：你一定要对不同意见的人仁慈一点、慈悲一点，而不要，因为我讲常常很可怕，历史上常常最大的错误、最大的残忍，都是由自认为对的人所犯下的。全世界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你认为自己是对的，那你认为自己是对，那别人就是错的喽。你认为自己是好的，别人就是魔鬼喽。对，明白吗？所以，当我们认为我们是对的，那最后你采取的手段能够把目的合理化吗？其实是不行的。所以赛斯讲，你的手段一定要配上你的目的。如果你的目的是高贵的，你的手段就绝对不可以是差劲的；如果你的目的是高尚的、是和平的，你的手段就不可以是伤害的，就不可以是一种残暴的，是不可以的。是啊，好，然后我常讲，赛斯心法里面，你要看到只有立场的不同，而不是谁一定对，谁一定错。所以后来我就讲，好，不要随便去给人家贴标签。好，你这个是暴民，你这个是卖台，你是中共的走狗，好，你这个是逢中必反，好，你这个是民进党的阴谋，还是国民党的阴谋？各位明白吗？一个成熟的社会不是用这种二元对立的，好，一个成熟的社会一定是更多不同意见的包容跟倾听，而绝对不是我认为我对，你就一定是错。那所有我们讲支持服贸的就是卖台，反服贸的就是爱国，或是反服贸的就是要把大家逼死，因为你服贸不通过，台湾就没有未来了嘛。反服贸的就是要让大家没有未来，支持服贸的，就是一定是既得利益者。各位，你明白我这个二分法吗？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分法的。它一定是需要很多人去面对自己，去面对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个这个议题是什么？第二个你的投射是什么？你的投射是什么？你在这个事件当中，你看到自己什么？所以我觉得任何的群体事件都是我们自我面对很好的时刻，而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感受也都不一样。好，包括也许这些学生，好，也许这只是他们借由展现不满的一个方式，它绝对不是单一问题。好，是一个年轻人，一个目前的学生，好，面对未来的彷徨、恐惧、不安。各位，彷徨、恐惧、不安。那甚至他们代表了一种理想，这理想怎么落实在现实里面？好，所以如何我们用一个正面的心态去看这些过程？好，如何看到这是个冲撞的过程，其实也都是带着基本的善意。好，我觉得这东西是很重要的。好，所以每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要学会的是怎么样面对自己，面对自己。好，那每一个社会发生的事情都是我们学习的过程。好，但是台湾社会绝对不要有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支持 A， 那么你就一定要支持 A， 你不支持 A， 你就是我的敌人，各位明白吗？有必要这样吗？没有必要这样。好，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包容，更多的接纳。你可以说你的东西是好的，好，但是你不用去贬低别人。所以各位记不记得我以前跟大家讲的那个口诀？好，你是对的，我嘛无错，我要让你赢，我嘛无输。好，真正的强者不是把别人打败，真正的强者是让对方有一条路可以走，是能够帮助别人。好，所以之前也听到网络上有一句话蛮好，他说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你赢过多少人，是在于你帮了多少人。各位，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你赢过多少人呐，好，你今天地位多高，你赢过多少人，不是，你没有赢过多少人。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你帮了多少人，你让多少人觉得他很棒，而不是你很棒把多少人比下去。好，所以各位，人性很糟糕的部分就是我都认为我是对的，只要不是我这边，就大家就是错的，有没有？那历史以来常常很多就是以一个自认为对的人对我认为不对的人所施以的一个残暴的一个事件。各位，你真的觉得你是对的吗？我讲一句实话，好，不管所有支持服贸的人，你真的觉得服贸是都对，完全很好吗？
啊，反对服贸的人，你们觉得真的服贸通过台湾会沦陷吗？各位，那你告诉我，谁可以这么绝对？你真的那么确定？我看上帝都不确定吧。各位，因为任何东西的改变一定无好无坏嘛，我们只能尽量将它的好处呈现，把坏处减少嘛。哪有可能全好全坏？啊，通过台湾就完了啊，不通过台湾也决定都完了啊，各位，为什么你不去想通过也很好，不通过也会另外一种好？各位都好嘛。但是我不是说骑墙派哦，就一定要怎么样？各位不是，心态不对，有没有？好，那些极力认同的人就说你一定要过台湾才有未来，你极力反对的人就说过了台湾就死定了。啊，我死不死是谁决定的？我的实相，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你们各位，马英九好，马英九烂，跟你什么关系？你自己就不用赚钱养自己了。各位听懂了吗？每个人最后回来为谁负责？自己嘛。好，所以过不过是另外一回事。基本心态一定要先健康，先去除掉什么恐惧嘛？恐惧嘛？恐惧什么？对未来的不安嘛？大家都活在恐惧中，过跟不过一样死啦，神经病！各位听懂了没有？是。所以不是过不过的问题，是你的心中有多少恐惧的问题，对不对？对。各位要面对的是自己的恐惧。好，难道你没有钱的啊，过了就都会有钱哦？啊，难道你有钱的啊，过了就会一定变没钱哦？我才不信嘞！对，每件事情一定有好有坏，有好有坏。好，可是最终你一定是把平安跟力量拿回到自己的手上，拿回到自己的手上。所以我觉得我们学赛斯心法不是学假的，好，不是对政治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关心，不是的，而是他在一个更不一样的角度看到一些人看不到的角度。好，所以我希望各位，我们建立的一定是平安跟喜乐，一定是对未来的没有恐惧。所以今天服贸不管怎么演变，你们都有一个重要的使命，让你自己更好，让你周遭的人更好。